天我要用马铃薯和香菇来做一道家常菜料理，分享一道冬粉煎饼，可以当成早餐。因为呢，吃起来呢会很有饱足感，而且是营养的食材做成的冬粉煎饼。做菜前先来和大家分享，频道现在有了超级感谢的新功能，大家可以用低额支持巴拉妈，那巴拉妈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食谱、新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ristin 巴拉妈。看影片之前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，订阅是免费的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马铃薯和香菇做这道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1束冬粉，我今天准备的是越南的粉条，因为家里没有冬粉了，刚好还剩这一包越南的粉条，就把它用完，才不会囤积太多的干粮在家里。大家也可以用冬粉来取代。现在倒入热水，把越南粉条泡软，盖上个盘子让它浸泡。来准备一些高丽菜，挑选高丽菜的原则有4点：第一，外观不要看起来是破损的，有烂掉的叶子；第二，高丽菜的叶子颜色要带点翠绿色的，不要完全是全白的。刚刚我有先稍微剥开来洗一洗高丽菜的里面，冲一冲水，现在切成细丝。第三，叶梗要是清脆的，而不是软塌或是硬邦邦的。第四，手拿起来比视觉上来得轻，这样内部就是蓬松，就是会脆口的。如果是煮火锅啊，就是选拿起来比较重的、比较结实的，这样口感就会是偏硬的高丽菜。今天用50克的高丽菜就好，不需要太多。主角还是冬粉。把高丽菜放入盘中，准备一个鲜香菇。这香菇我是在好市多买的，我喜欢在那里买，是因为它的香菇都很大一个，很好运用。把香菇切片，切到中间，再把香菇的角切掉，这样子就会比较好切。切片，这里再继续切。把香菇排整齐，切细丝。放鲜香菇进来，可以增加鲜味，会有一种海鲜的味道。把香菇放入盘中，准备1颗马铃薯。我有先把马铃薯身上的泥土先洗干净，这样子削的时候才会比较干净。把马铃薯削皮。把马铃薯切片，尽量切薄点，这样子蒸的时候比较容易蒸得透。等一下压成泥也会比较容易压。把马铃薯放入盘中，准备拿去蒸。用电锅蒸，外锅放1杯水，把马铃薯放进来蒸。再来准备30克的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削皮。把削皮的红萝卜切下来，把红萝卜切片，切口朝下，这样子站得比较稳，比较好切。切到一半，转过来，手扶着切，这样子就会比较好切。压一下，给红萝卜切细丝。如果孩子们不喜欢吃红萝卜，可以做这道，偷偷把红萝卜藏在冬粉煎饼里面。把红萝卜放入盘中，准备1条杏鲍菇，用手撕，撕成细一点的丝状。把杏鲍菇放入碗中，准备半块板豆腐，把板豆腐压碎，可以了。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把杏鲍菇放进来，先把杏鲍菇炒成金黄色，大概来回炒了10次左右，它有慢慢变软了，再继续翻炒，直到它变成金黄色为止。你们看，炒到现在都变成金黄色了，焦香了，现在可以关火，先把它取出来。放入碗中，
接着来炒红萝卜，把红萝卜炒至变色。红萝卜炒过再做煎饼，比较不会有生的味道，也会比较香。炒的时候，你可以感觉到红萝卜比较软了，不会硬邦邦的时候，现在放入香菇，继续翻炒，给香菇炒出水分。可以感觉到炒到现在有湿润感了，香菇有冒出水分来。现在放入高丽菜，快速翻炒。高丽菜不要炒得太软，因为等一下做煎饼还会再煎，这样子高丽菜会比较脆口。高丽菜还没有全熟，不过炒成像这样的状态就可以先关火起锅。我们的越南粉条泡好了，取出来沥干水分，把粉条剪短点。剪好了之后，放入豆腐泥进来，再放入炒好的蔬菜，还有煸香的杏鲍菇丝，盐1茶匙，白胡椒粉半茶匙，花椒粉适量。香油1汤匙，放入2大匙的面粉，可以把所有食材拌匀。已经充分拌匀了，可以感觉到有粘性。现在来准备一张小朋友吃的零食——海苔片，给它剪碎放进来。放海苔片进来，也可以增加鲜味，增加海味。这是原味不辣的海苔，如果要放辣味的海苔也很不错，会有不一样的风味。剪成短短的。现在给它再拌匀，已经拌好了，可以来去煎了。锅内平均的放上油，放上面糊，铲子沾点油，给它压平，差不多1公分的厚度，把它补满。旁边给它推平整，现在可以让它稍微煎一下，等下再来翻动。煎的时候可以铲下来看看底部是不是金黄色了。检查好有金黄色，现在可以关火，盖上一个盘子。快速的翻面，再放回去锅子里面，开火，检查一下，哇，变成金黄色了，很漂亮。关火取出，好香哦！把马铃薯压成泥状。今天的马铃薯是要用来做酱汁，用马铃薯泥来代替太白粉，让酱汁也可以有稠度。马铃薯都压成泥了，可以来去煮酱汁了。用回原锅，锅内再补一点油，放入2汤匙酱油，1汤匙素蚝油，1/4茶匙咖喱粉增香，150cc 的水放进来。先把这些调味料炒匀，炒匀了，现在放入马铃薯泥，给它炒至马铃薯泥和酱汁融合在一起，一面压一面炒，炒到酱汁大滚就可以了。
这些小颗粒的是没有压成泥状的，有一点口感也很不错。现在大滚，关火起锅，把冬粉煎饼切成小块的，先从中间分一半，再从中间分一半。好酥脆哦，这声音。来试吃冬粉煎饼，边边很脆，脆脆的，那酱汁有香味。这次的酱汁很特别，我用马铃薯泥来取代太白粉，一样可以煮得很浓稠，大家可以试试看这样子煮酱汁的方式。今天的冬粉呢，我刚好看到家里有上次做过料理的越南粉条，觉得很像冬粉的口感，所以呢就用它，就没有再买冬粉，这样子就可以省掉买太多囤积太多在橱柜里面，这样子就不会造成浪费的，不然有时候会放到忘记啊，或是囤积太多。那很好吃，很有饱足感，这样子吃。而且咬下去很扎实，可以试试看，有一点类似面线煎。面线煎是台湾的一个著名小吃，有些早餐店会有卖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还有 IG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那酱汁好香哦。